10年前我买了俺朋友俩银元，啊当时花了1万块钱。你帮我看看现在能赚多少钱？10年前那时候银元非常便宜，能花1万块钱买2块，绝对是好品种。来，我看啥来？确实是好品种，我上网都搜了啊，都是100多年的老银元。我朋友拍着胸脯给我保证了，假了赔我100万。恁朋友还真是会做生意啊！这2块银元绝对不假，确实是100年前的老银元，只是10年前你花1万买，确实有点贵了。当时贵了一点无所谓，无论如何这都10年了，绝对有点赚。那是，主要是我这个品种好，品相好。币种很一般，10年是常见的冤大头年份，大汉是最便宜的地方军阀币，品相也一般。这个大汉啊是属于全身大状态，只可惜字面你看带了一个字戳，10年大头，这应该是被你玩熟了，状态无伤无说，算是通货吧。你这放10年了，我看不但不赚钱，这反而赔钱啊！不对啊，这前几天我找网上的专家问我价了，一个给我开价10万，我这不是净赚19万吗？网上专家一块给你报10万，那都是忽悠你了，因为你这俩这都是常见的银元，你想想给你开20万，要么哄你开心，要么就是想忽悠你的这个鉴定费。你可说这了，他鉴定一次准备给我要500，幸亏我没有给他，他还准备让我去上海找他们，我感觉不靠谱。你的感觉是对的，带着银元去找他们，他们也给你卖不了20万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你的鉴定费。到上海之后，还是要一些其他的这个鉴定费用。反正我也没去。刚才我问其他店家咋说？一个给我500，差点没让我气炸。所以说你这里一个值不了10万，但是给你500一个确实太低了。我为什么说这个值不了10万嘛？因为你这2块银元太常见了。首先说你这个10年的冤大头，这个年份在冤大头4个年份里边，它的发行量是最多，和这个3年的差不多。10年的冤大头啊，其实也有这个经典版，包括苏联年啊，这都是好版。但是你这个，你看一下，都是普通版。你看笔面稍微有一点留印，状态属于一般。刚才我跟你说了，玩熟了，无伤无说，算是通货。现在冤大头通货价格非常透明，就像你这个状态，能给你估到1000。啥？一个才1000？你这不是闹着玩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那么少？10年前我花5000块钱一个。我刚才你来的时候就说了，10年前你这俩买的太高了，恐怕你再放10年你也回不了本儿。另外一块大汉啊，虽然说在咱河南并不常见，但是这种大汉在四川存世量还是比较大的，它是属于地方的军阀币，只有1个年份，但是它这个整体发行量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个四川大汉也有很多很好的版，但是你这个版只是普通的其中之一，唯一啊。就好了，就是你这个笔面全身大，但是美中不足，就是笔面带来一个字戳，就增加了一个宝字。你要不带字戳的话，就像你这个打个皮壳能卖个1000多，这带字戳的话，现在也就给你看，也就能看到1000块钱左右。也1000，那相当于10年我买了个寂寞。那我再找我朋友论理去啊。那你论啥理嘞？这事儿都过去10年了，说实话，你买东西当时没有把握好行情。只能说你自身有问题，人家也没承诺你买贵包退。再说了，人家说了，保证不假，假了才赔你100万啊！我就冲着他说赔100万我才买的，没有了后顾之忧。但是没想到买贵了。这是2个概念，不假和买贵区别很大，主要是因为你不懂。反正这些东西在你手里边放10年了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再找朋友啊，也算是自找没趣儿。这事你都别管了，这有题我再出，我不能说自己损失9万块钱。好吧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俺哥上次让我给他买20斤香油，这一直不讲给我钱的事儿啊。昨天见他在家玩人员，我顺手拿一块，你看值不值500？一码归一码，他即使拿你的香油钱不给你，这也不能拿他的银元啊。来，我看看啥是银元。我哥这个人有时候爱装的，20斤香油并不多，亲兄他都几次了，就是不给我，我这只有拿他的银元抵账了。这个亲兄弟之间啊，可以明算账，20斤香油钱直接给他要就行了，真没必要拿他的银元。况且你拿来这个冤大头还不是普通的 MS62分的欧版，发丝比较精细，笔面也非常干净。
欧字按记也比较清晰。状态这么好的音源，你这张口值不值500啊？足以说明你对音源完全不懂啊。你要说我不懂吧，十几年前我1、200一个卖过很多，和这个一样，都是冤大头啊。比我那时候啊，外面也就多掏了一个盒子而已。对，我感觉能卖500就行，我只要我的香油钱。其实听你说这话，我感觉你活得不够通透。亲兄弟之间啊，不要因为这500块钱钻了牛角尖。他即使不给你这香油钱，以后你在其他事上赶过来不就行了吗？另外啊，就是这种冤大头，10几年前的价格啊，它确实比较便宜。你这个它不只是外面多套了一个盒子的事，最主要它这个是欧版，并不是普通的冤大头。普通不普通，咱先不说，就说外面这个盒子啊，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音源摔着吗？对呀，一层塑料壳，它能值几块钱？你别看我是一个大老粗啊，虚有其表而已这。哎，你说的很对，外面这种塑料壳确实值不了几个钱儿，它确实啊，就是为了防止音源摔着磕着。因为你对音源不了解，基本上选择这种盒子币啊，首先这个真假你就不用过多的去质疑。你按照这盒子上面标注的这些信息，你对音源啊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说实话，也就是为了方便收藏吧。我不收藏，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因为我对音源不感冒。你给我500块钱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说的很对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不用刻意去强求。刚才就说了，你这个500块钱啊，你是太小看这个音源了。你像普通美版的那个冤大头，能给到 MS62分，说实话，这么着也得1000大几的样子了。你看标注的是欧版，欧版啊，比普通的大头这个辨识度高，挑花字挑齐，发丝很明显。基本上3年冤大头啊，它都是没有发丝的。透过盒子，说实话看起来这特别明显。另外就是夹盒这一面，它这个欧字按记也特别清晰。你像普通的冤大头，它就没有这些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最主要啊，它这个欧版大头发行量比较少，再加上你这个状态又比较好，你看 MS62分，足以说明啊，它在市面上没有流通过。综合而言的话，也能卖一个好价钱。我个人来看的话，目前7000块钱，这个是绰绰有余。对，7000就7000吧。啊，我这大不了留下500的香油钱，另外6500啊还给我哥，那就按你说的办法，给你了。哎呀，你这说的倒是挺轻松的，关键你这音源也不适合变现啊。第一，价值太高，也不是正儿八经属于你的东西，你这很明显啊，没有这个决定权。另外就是你为了这区500块钱，你要买这个大几千的东西，难免啊有点小题大做了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把这个音源还给那大哥，直接把那个香油钱要过来委托，以免啊影响你们兄弟之间的这个感情。你看你收个音源，管的事儿真宽。你要不要还给我，我去其他家看。听人劝，吃饱饭，三思而后行吧。别耽误我时间了。